的神！无限卫，交给我。你是店主？对，尸体就是我发现的。我早上上楼查看，看见那个门是半开着的。死者叫什么？不知，上仙坊都是家庭客栈，来住宿的不记姓名。他是昨天晚上天黑之后才过来的。当时我不住店，我找人。都一样。进来吧。堂兄，李门。阿婆，还有没有细节可说？尤其是五官的细节，或者是您见他的第一眼，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那男子虽英俊，但是有点像无赖，这算不算细节？当然算，谢谢阿婆。这个人直呼死者为堂兄，而死者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。对呀。李门，他是2天前住进来的，外州来的，在我这个小店入住的。除了本城的孤男寡女，就是外州的穷人。昨夜这里住了几个人？我这1楼只有1间客房，是最便宜的，就住了里门。2楼3个房间都住满了。分别住了什么人？住的都是女人。先说这间最贵的房吧，住了个丑八怪。丑八怪？对，丑，不是一般的丑。3天前来住宿的时候，吓了我一跳。住几天呢？3天。你先上楼吧，我这就把热水给你送上去。都长成这样了，住再贵的房子，怕是也没用。你是在说我吗？被我说中了。到了晚上，他很少待在房里，应该是去夜市勾搭男人。可惜一个都没带回来。昨夜好像回来的早一些，还跟我要的洗澡水，但却不让我把洗澡水帮他拎进房里去。我要洗澡，多烧热水，帮我放到楼梯口就好。我可将热水帮你夹在浴桶里。你不会还想给我搓背吧？你太老了，用不着，就把热水放到楼梯口吧。我年轻，提得动。哎呀，娘啊，那个死人不会来找他的吧？那个郎君风度翩翩，
穿着打扮很富有的，找什么女人找不到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那个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。这间房子住了一个戴面衣的女子，是昨天午后来的。面衣，可曾见其容貌？水是刚烧的，放心喝。多谢。娘子长得再美，也用不着总戴着面衣。这都进屋了。还有事吗？不打扰了。虽然隔着面衣，但我也能看出来，她是个大美人儿，就是不爱说话，应该是个外州人。可这那面衣女子何时离开？这个我知道，就是死者来了没多久，她就走了。出去啊？和一个朋友约了，一起喝酒。那你还回来吗？可能要晚些，也许就不回来了。啊？怎么？不行？1天的房钱，我不是给了你？对了，戴面衣的女子刚走，丑女人就回来了，然后就要了洗澡水。哎，这个房间住的长得没那么好看，但也不难看，就是胖胖的那种。所谓既丰腴又风骚，男人都喜欢的样子。他呀是本地人，常来，只有他来了，夜半就有男人来住。昨夜也是。你这所谓家庭客栈，夜里不锁门吗？来我这儿的多半是幽会的男女，男人就怕被人看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都是深夜才来的。锁门了，不就没生意了？这怎么堆那么多名气店的东西？这才是我的主业呀！在这上仙坊，只要死了人，或寒食、冥阴、中元，只要给死人烧纸，都是从我这儿买的。这就是李门住的房间吗？对，人呢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。陆县委，你确实很善于观察。随罗某出来办案，你这声卢县尉叫的也好。结果如何？樱桃，右侧脑部有被钝器击打后形成的微小伤口，不足以致命。面色几乎如常，眼微睁，脖颈处有被掐过的痕迹。被掐死的？被掐窒息而死，当时嘴开手握，而此时很明显并非如此。死者被发现在浴桶里，口鼻处没有外溢的细小泡沫，也没有泡沫干涸后的痕迹，脸上更无青紫痕迹，初检非溺死桶中。如此说来，死因不确定。还是从死者的身份查起吧。让开！
昨日我在天一布店门口，应见过他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你去布店干什么？与本案无关。若初步验尸结束，就把尸体先抬回公廨。都听县尉的。每间客房都有浴桶吗？当然不是，就只有这一间房里有。小小的客栈又开在上仙坊，为什么做那么好的浴桶啊？还不是为多收几个钱。那个浴桶底下是连有管道的，可以把水直接放到楼下的。还能直接放水啊？有这样的浴桶，即便在长安，那也属于上房喽。为了这点方便，我下的本钱至今都没收回来。这里暂不可营业，何时方能公廨会告知？这妥当吗？很妥当。不管是在京师还是在州府，一旦发生命案，告破之前都不会允许你营业。稍后我会贴上封条，你也不许留在这里。还要封？身为店主，公廨是否会追究于你，那要看你有没有知情不报、窝藏凶犯等罪责。现在，你要配合这位裴小姐，将几个可疑之人的画像完善。是。索隆，去找天一布店的主人，到县廨辨认尸体，看看是客人还是店里的人。是。主人，这是我傅礼云，他是怎么死的？虽发现一些外伤，但并非致命，死因还待进一步勘验。我叫沈平，跟我丈夫李云开了天一布店。昨天下午，他收到一封信，看看喜欢吗？要是不合适，再拿来修改。好，您慢走。信是我发现的，不知何人所送。昨日在店中不识县尉，招待不周。你招待得很好，夫人。按照碧落小镇的主人讲，你夫的堂弟李门住在那里。信就是他写的。他是个不学无术之人，当我夫君还是念在亲戚的份上，想接近，我就给他拿了一块银铁。他黄昏时出去，一夜未归。我想，准是跟堂弟畅谈醉酒，睡在了客栈。李云平时可有顾及？先前有心悸之症，还睡不好觉，常从噩梦中骤然醒来。最近半年，被方九拉着去斗鸡，布店的生意也不管。没什么牵挂在心，此症倒是好多了。赌博？是啊，让上官见笑了。夫人的身体先前很好，近1年来确实羸弱了一些。我刚刚打听过了，你夫李云在云顶赫赫有名。是，他才见手艺好，跟我父亲学艺也刻苦。
我父临终前把店铺和我都托付给了他。他进的布料好，做的衣服更好，慢慢的天衣不点，就扬了名。原来是这样。他的尸体我可否带走？现在还不行，公系所要问的暂时就这些了，夫人可以先走。近期我们的人会随时上门问询。你怎么一言不发？我只是你的私人主簿，有卢县尉在，哪轮得上我说话？我问询啊！少阴阳怪气的，听出来什么没有？刚才那个沈平说给李云带了一块银挺，可案发现场没发现这块银挺啊。这块银挺我倒是见过。银挺丢失，首先应怀疑李门谋财害命。李云头部的伤和颈部的掐痕也证实了打斗过，可暂未发现致命伤。苏明，你是不是已经有了探查的方向，在故意试探我？岂敢！那个，我是想啊，就在喜君未完成那几幅人像之前，我倒觉得这块粘土应该是个线索。这种土非常粘，应是烧砖瓦所用。在长安，我去贞观署查案时，也曾见到过类似的粘土。县尉说的对，在京师是由这个贞观署掌着实陶土之事，而在州县，用这个粘土烧砖制瓦的地方叫砖瓦窑。索隆，带上几个人，排查本城所有的砖瓦窑，凡昨夜未归的砖瓦匠或入夜后去过上仙坊，都带回公协问话。是。哎呀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医馆忙得很呐，又要治病救人，还要带徒弟，我老费现而今，可不清闲。知道你忙，请你喝酒，你不来？你把我老费当什么人了？我说了再也不喝酒，绝非儿戏。除非哑奴全被我治好了。我的费神医，此次烦劳您跑一趟，是因为苏某有事儿要请教您。这么客气了吗？嗯。哼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说费神医，这死尸发现时泡在浴桶中，但没有溺死的迹象，只是这头部、颈部有轻微的伤痕，可这样的伤痕不足以致命啊！因死者生前有心悸之症，所以我们请你来，是想让你帮我们看看，他会不会是与人争执或殴斗中突然发病，就死了。心悸的原因很多，主要分为4大类。第一，是因为疾病；第二，是因为情绪紧张；第三，是因为过度劳累。这4是错吃了某种东西，比如说吃错了药。哎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布店老板，云顶最有名的裁缝。哦，那就不应该是过度劳累。他家娘子还说，他会经常做噩梦。既有梦魇，那就应该属于第2种，也就是长期且持续的精神紧张所致。再撩开点，我看看尸体。
人之突发疾病导致骤然猝死的，不外乎心、头和呼吸之症。我观李云的尸体，并无这3种病症的特征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死跟病症无关。凶手好手段，连苏明验尸都没查出死因。哎，他好像是在说你无能呢。我听出来了。我昨夜没回住处，就是去会相好的了。她是个寡妇，这不犯法吧？我是去过上仙坊，但只是路过而已啊。早知道我就不说了。站住！如此惧怕到公谢被问询，真实面目，怕不只是砖瓦匠吧？这个是去年临县的协查卷宗，与你的特征都对上了。盗窃12户，复命7条。以砖瓦匠的身份隐匿于云顶，是喜欢这里的美酒，还是夜市啊？你一句话都不说，就是等着死了。被你们抓住，还有的活吗？开口了就好。知道怎么找到你的吗？我懒得知道。杀人的盗贼，怎么嗓门比县尉还大？我问你话，你好好回答。也许下狱的时候还会有酒有肉。你这么大嗓门，到时候把我这些兄弟们惹急了，挨板子不要紧，关键没有吃喝，你扛得住吗？说说吧。昨夜去了碧落小寨？去了。干什么去了？和相好的幽会。那相好的姓甚名谁？这我不能说，人家对我挺好的，我岂能连累他？还挺仗义。除了会相好的，是不是还顺便杀了个人？人不是我杀的。这么说，你知道死了人？好，我承认，碰见死人了。我是把银挺顺走了，但那人真不是我杀的，他躺在浴桶里，手冰凉僵硬，早就死透了。这个人不是你杀的，那临县的7条人命，你是认了？我还没认呢。拂晓时分，天光未明，那个死人的手，看上去定是诡异可怖。你若是没杀过人，会敢去摸吗？
你这县尉还真会绕弯子。好，我承认，我杀过人，但7条人命，我不认。有那么少吗？啊！你们这群废物，光知道查临县，我在沙州、韩州所为，你们怎么不去查查？我手上的死鬼，起码20个开外吧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这无意中居然抓到了一个如此罪大恶极的凶手。恭喜啊，这可是大功一件。连李云的死因都还没有查清楚，有什么好恭喜的？方才当着老费的面，我已经承认苏某是无能之辈。你要是不解气，晚上当着喜军、樱桃、老费的面，我再高喊3声苏明是无能之辈，如何？你别以为我是在报复你，我没那么小心眼儿。只是这案子着实蹊跷。是啊，这嫌疑人甚多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一个一个的把人找到，相信一定能突破此案。苏无名、卢凌风，画完了？这么快？草草而就，但愿有用。一定有用。那叶阿婆看了都说太像了，以为喜君是神女。其实我在想，如果更多的州县都能在捕贼官身边配备一个画像师，那就好了。你这是在给朝廷提建议，还是在夸自己啊？都有吧。画像得到当事人认可，我是不是可以骄傲一下？当然值得骄傲。我觉得你的那个建议很有必要，也许未来某一天真能实现。那得多叫些人来欣赏未来大唐第1画师的画作。哎，这个2天前我在大街上好像看见过他。有多大把握？不敢完全确定。你现在将此画像贴到街口处，若画上人还在云顶，不得叫他出去。是。这个我见过，那天像，真像。开始我并没理会，后来发现，我当时就想，有钱的男人就是会玩，不在秦楼出关里看胡姬曼舞，却跑到外面来，而那女子就让这2个男人远远地望着，也不知道收多少钱。这种情况，以前在云顶街上见过吗？没有，头一回。你们呢？没有。这件事情过去多久了？没几天，3天前。不对，就前天。2天前。啊。牡丹，你认识？认识，还真是牡丹，画的可真像啊！就是画的比本人漂亮了点。牡丹就是挺漂亮的嘛，这画的可没她本人风骚。别争了，谁与她熟，找她来。好你个盗贼、恶贼、杀人的贼，还骗老娘说你是什么名门之后，落魄以后才做砖瓦匠，没想到你手上有那么多人命，真是晦气死了！住手！让你去抢人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吗？别怪他，
都是老熟人了，还不给透个馅儿。再说了，他要是不说明白，那我也不能来呀。怪我眼瞎，看他壮实，还以为他心眼实在，没想到是个杀人越货的。想想真是好后怕呀！卢县尉，这些是从黑头住处的灶堂中找到的。你这么有钱啊？那你还吃我的花我的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除了这块银挺，剩下的都是杀人抢劫而来。你花了就不后怕？幸好没花过他的。牡丹，我问你，昨日他是何时到的碧落小站？他贪酒，每天都喝到半夜，到我那时应该是子正时分，对吧？哎，是，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闭嘴！早上离开房间时，大约几时？离开时应该天刚蒙亮。在此之前，黑头可曾离开过房间？绝对没有。他若是中途离开，那我牡丹魅力何在呀？牡丹所言倒是和黑头的供词搭上了。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。将黑头下云典狱。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如实说。牡丹，我说过要娶你，是真心话。哎呀，卢县尉还送我呀，用不着吧？这位牡丹大姐，谁是大姐？人家是小娘子。牡丹小娘子，你虽未婚配，但什么呀？大唐律法里没有规定禁止的事，我就能做。我并没有说你触犯律法，但不可继续浑浑噩噩下去。像黑头这种人，与之交往太危险了。更何况你本是鲜亮之人，应有鲜亮的生活和鲜亮的未来。莫负了你的名字。你说我是鲜亮之人？我自己怎么不觉得呀？对不住啊，卢县尉，刚才我没好好说话，倒是卢县尉说了一番金玉良言，我感激不尽，谨记于心。你可有正经营生？有，我开着店铺呢。那就好，祝你生意兴旺。我信你，以后的日子定会觅得称心的郎君。谢县尉吉言。那咱们以后是不是就算熟人了？若以后在夜市喝酒碰上，那我一定敬您3杯。哎呀，卢县尉查案不拘泥于案情本身，处处治病救人啊，苏明实在是敬佩。你就别吹捧我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还没主意。我知道错了，真不该笑。我和樱桃这就回去做饭，当做惩罚。嬉笑公堂确实该罚，不过完成了画像也算是有功。
功过相叠，今晚不在家做饭，到夜市上去吃，我请客。好。今日刚领了月俸，叫上老辈一起，好好吃一顿。至于吃什么，你们来定。我说二位，机不可失，下手要狠。那可得找一个最好吃的地方，让它破费破费。好吃不重要，关键得贵。对，让他老瞪眼睛吓人。哎，追查嫌疑要犯，哎，还悬赏哎！悬赏哎，之前没见过这个啊。是啊，没有悬赏，来了吧？李文，不认识，干什么呢？站住！知道了，悬赏。轻功了得呀！我哪会什么轻功啊？不会轻功，爬墙爬得这么溜，翻回去让我看看。啊！翻回去。出去。回去。出去，回去，出去！说，我是杭州人，在老家也无生计可以过活，故想去沙洲碰碰运气。前日一早来到云顶，囊中盘缠无几，我害怕西行饿死途中，故而想到我那堂兄李云。所以你给他写了信。信？什么信？你没给李云写信说你来云顶了？给他写信管什么用啊？哼！几年前我途经云顶，当时我登门拜访，他却不留我住在家中，结果我只能自己找了客栈住下。他来看我的时候，就带了2张胡饼。还写信，哎，我只想着入夜以后啊，到他那布店走一走。你想去偷盗？想了，哼，可没等我去，他就来了碧落小站。堂兄，李门，你并未给李云写信，所以在碧落小站见到他。甚是意外。对呀，哎，当时我还问他，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？我跟城门的士兵很熟，是他们告诉我你来了云顶。哦，可是城门的士兵怎么会认识我啊？喝酒时我跟他们说的，我还有个堂弟。哦，原来堂兄还这么挂念我这个堂弟呀，是我误会了。你这房间又阴又潮，味道实在难闻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堂兄。你这大老远的跑到这上仙坊来，不会只为看我一眼吧？对呀，这不都看到了吗？我走了。哎，不是，不用送，不要出这个门。哎呦，堂兄，实不相瞒，我此来云顶，说是路过，实则是走投无路，可否请堂兄帮帮我？我张嘴跟他借钱。他却说最近迷上了斗鸡，输了很多，不肯借我。哼！他出门以后，我就想，他肯定不是来看我的。当时我听到上楼的脚步声，入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本城男女幽会都会选择这种家庭客栈，所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跟谁，然后我就告诉他家里的娘子去。娘子，
你跟着我？上来跟陌生女子幽会，我告诉沈平去。哎，别！想让我替你遮掩啊？给我5块银挺，我要去沙洲开洞窟，此后定能养活自己，绝不再来云顶找你。5块银挺，你疯了？怎么了？你老丈人给你留下全云顶最大的布店，5块，多吗？不给是吧？不给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！你敢？你敢要挟我？你敢要挟我？啊！你要挟我！你王八蛋！连饭都吃不起的废物，还敢敲诈我？我就敲诈你了！今天这钱你要不给，我就把这件事弄得满城皆知！楚斌，鬼呀！咋吓成这样？见着鬼了？楚斌？对呀，他都死10年了。生前与你很熟？她是李云先前的妻子。不对，他二人并未行合卺之礼。不过楚斌生前就最爱戴面衣了。我昨夜见到的真是女鬼啊，和楚斌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啊！李门，别跪着了，来，起来！哎，退慢。把你所知道的过往都跟我们细细道来。谢谢。那时我爹娘还活着，家境富裕，我就常来云顶游玩。堂兄，李门，堂兄，这位，你不会娶妻了吧？为何不写信告诉我爹啊？他叫楚斌，跟我从东都来到了云顶，成婚乃人生大事，需要从长计议。若真的有喜事，我定会写信给二叔，并请二叔来到云顶为我们主持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嘛。楚斌，我未来的大嫂，小弟李门，这厢有礼了。幸会李公子。来，堂弟。楚斌手艺这么好，堂兄有福气啊！不只会做饭，还会写字。真的？你来。他为叔父抄书，1个月挣不少钱呢。李公子快坐，你们堂兄弟难得一见，应把酒言欢，彻夜长谈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如此美丽贤德的女子，堂兄，你好有手段呢。过了1年，也就是10年前，我记得也是这个季节，那天是寒食，我又来到了云顶。堂兄，堂弟，你来了。这谁的棺材？楚斌，你可知楚斌是怎么死的？李云说他是突发急症而死的，可楚斌这年纪轻轻的，能有什么急症？我怀疑就是李云有了新欢，把他逼死的。可怜楚斌，
窈窕淑女，内藏锦绣，生于东都却死于云亭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为何抓我？我何罪之有啊？没罪，你跑什么？你们把我画像贴在街上，我心虚呀！我心虚是因为你杀了李云。你什么？李云死了？那定是楚斌的鬼魂索了他的命啊！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测呀！那就说说你的猜测。上官，10年前我就觉得楚斌死得很蹊跷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李云为了顺利与沈平成亲，害死了楚斌。这种事儿可不敢瞎猜呀。不是瞎猜，他们回到了云亭，李云因学裁缝手艺认识了沈平，继而喜新厌旧。楚斌向我写信诉说过此事，字里行间皆是血泪。此时虽然已过10年，那信就在我包裹里。我包裹呢？小郎敬启，突传信间冒昧之至，展言明意。李云将负我矣。愿小郎此刻得闲，听我叙说。李云新进学裁剪于布店，识得店主之女沈平，而愈发疏离楚斌。然楚斌亦知2人为生，得需花费，无安身立命之本，难矣。故无法阻其学艺。若不阻之，李云将与沈平成鸳鸯，留楚斌做孤鸟，楚斌亦难矣。小郎知我与李云情深，难舍难别，可否出手相助，劝李云回心转意，拜谢再拜谢楚斌。此信确像10年前之旧物。卢县尉，苏先生，李门不会武功，爬墙上房的本事我是见到过的。从这里爬下去的话，对他来说不是难事。爬下来，这么高，除非是遇到鬼，吓得。2位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老人家，昨夜您是不是遇到一个从上面爬下来的人？对啊，面色慌张，一看就是遇到鬼了。因阿婆卖烧纸，又开这私家客栈，孤魂野鬼可都抢着来住呢。你看，可是这个人。哎，就是他。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吗？天刚黑，我呀不排夜市，当时我正好收摊回来。戌时？对，也就是戌初时分。好嘞，多谢您啊，祝您生意红火。李门从上面爬下来是戌初时分，咱们恰巧碰到了见证者，可李云死于亥时之内，时间对不上啊。倒也不排除李门再次回来杀人。这个李门言辞闪烁，确有很多可疑之处，回去再审。李门，从碧落小站逃出后，你又去了哪儿？哪儿也没去。索隆，这个李公子不想如实交代，按县县的规矩，当如何？拖出去！
先打20大板。别！我说，我去了天一部店。你已抓到了李云的短处，不会是去敲诈了吧？贵客，我们闭店了，做衣服您明天再来。是啊，这位公子，这天黑了看不清楚，要是挑布料的时候走了眼，那可就不好了。哼，你们看我这副穷酸样，像能做得起新衣服的吗？我要见沈平。李公子，我家夫人才睡下。睡了？这么早就睡了？男人出去她也不管啊？这1年以来，我家夫人身体羸弱得很，连吃顿饭都累得慌。不过她睡不久的，最多1个时辰就醒。现在我却不敢硬叫醒她，万一吓着了，那可就罪过了。1个时辰。哎，好，我等他。我可是李云的堂弟，你们不得给我准备点吃的喝的，让我别空着嘴等啊！我吃饱喝足了等，一直等到了亥正时分。还真是堂弟。嫂夫人，才几年不见，你怎么病成这样了？这过了30，就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兄弟啊，让你久等了。李云不是去寻你了，你们兄弟俩没见到面。李云他根本就不是去寻我的。看样子是吵架了。吵归吵，闹归闹，都是亲戚，可不许记仇啊。他真不是去找我的。是你来的信，主人看了你的信才走的，不是找你又是找谁呢？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信啊。你看到信上是我的字了？我不认字。嫂夫人看信了？你堂兄没给我看啊。这不就得了？他心里有鬼，能给你看吗？我确实是在我住的客栈碰到他了，可他……嫂子，你先让夫人出去。毕竟是我堂兄，看在伯父的面子上，我总不能让他在仆人面前出丑啊。可我那堂嫂沈平，她……哎呀，兄弟啊，不是嫂子说你，你与我夫同姓李，怎么能胳膊肘向外拐呢？嫂夫人何意啊？刚才这番话，你就不该讲，最不该在我面前讲。啊？你是穷困潦倒，想让我家救济，你堂兄恨铁不成钢，生了你的气，没给你钱。哎，不是啊，也怪我，出门的时候只给他拿了1小块银铁。你在这等着，拿上这2块银铁，走吧。我本来是认亲的，但是你说了我夫君这么难听的话，以后也就不用再登我们家的门了。嫂夫人，我……李公子，送客了。那可是沈平给我的，我后半辈子能不能翻身，就看这2块银挺了。你们可千万不能收了去啊！你说的可是这2块？对对对。将黑头处搜来的赃物拿来比对。这些银挺是我爹留给我的，都不大，是为了方便布店的生意。今日在献谢，夫人为何不提李门敲诈一事？这也不能算是敲诈吧，有这么一门穷亲戚，总要破些财的。这不也是为我夫分忧？再说，家丑不外扬。夫人贤惠，只是贤惠的有些过头了。
李门是什么时辰离开的？子初时分，送他出门时，我听见打更了。李门的口供和天一部殿的主仆倒是印证了。如你所断，李云死于亥时，那李门就没有时间作案。是啊，但我还是要把这个李门关押在云顶狱，直至真相大白。可有原因？卢县委，李门说，他曾用烛台打过李云，事发于2楼，但在2楼房间内并没有发现对应的烛台，却在李门所住的1楼房间内被喜君发现了。那就有可能是凶手杀人后又重新布置了现场。哎呀，卢县委，你对杀人现场排查得如此仔细，令苏某佩服啊！行了，如此的吹捧我，你不会是想让我尽快发你岳凤吧，苏明？正有此意。那还不快速速分析案情？你以为岳凤是白拿的？哎呀，目前还有2个可疑之人，一个是那个面衣女子，而另一个就是那丑陋女人。卢县委，卢县委，面衣女子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安远客栈。徐老板，怎么样了？绝了，绝了！她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，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。多年来终有一见，虽死无憾了。那徐老板必是再续前缘，圆梦重温了。龌龊！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，那这几块银挺，你不是白花了？你就说你这点出息，俗不可耐。2位，咱们这边走。就是这个房间，人就在里面，号称是见客人。何人？客人。没有事先约的，算什么客人？云顶县尉查案，从速开门。我叫林贝，家住东都附近的北邙山，到云顶，今天正好1个月。至于我是来做什么的，若2位已经见到了刚才出去的徐老板，应是已经知晓了。那天我是去了碧落小站，听到其他房间里传来打斗声，我便举灯去看，原是2个男人，一个见了我，楚平，鬼呀！他仿佛是真见了鬼，竟越窗而逃，而另一个，楚斌。10年了，我们阴阳相隔，你还好吗？我知楚斌也是东都人，不然我不会接这单生意。我化作楚斌与他相会，是为了却他的思念之情。不想，他到了客栈不来见我，却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与一个男人纠缠撕扯，真是好生无聊。我心下不悦，便走了。想与你相见，需要提前预约。那这个李云是怎么约到的呢？是通过另一个人，他的朋友。
掐他呀！掐！不要因为他的名字就判了他！给我掐呀！掐呀！我领会大败当冲，给钱！你叫方炯？是我，约斗啊，那要先看看你是什么鸡，不是什么对手都配跟我刘大将军对阵的。谁找你斗鸡啊？这是本县卢县尉。单刀降群魔，一举铲除云顶仙界奸恶之徒。您的威名如雷贯耳，在下方炯，见过卢县尉。方兄客气了，你斗鸡很厉害，我有所耳闻。走吧，找个清静点的地方坐坐。你可知斗鸡大多官设赌博？知道，有碍公序良俗，但并不违大唐律法。皇家不也总斗吗？如果县尉觉得不妥，以后不斗便是。今天叫你来，却不是因为斗鸡，那就是为李云了。啊，我与李云是多年好友，沈平已去任过师，他的死讯我又怎会不知？好友故去，你好像一点儿也不悲伤啊。悲了，但也不能一直悲呀，那可真要伤心伤肺了。闻讯后，我大哭一场，擦干眼泪便去斗鸡。或许明示正是我辈。再说了，这人生本就该及时行乐，对吧？万一哪天我跟李云一样，死得不明不白、不清不楚，空留许多遗憾，岂不是白活？方兄洒脱呀！李云死了，他可有遗憾？其实我想他已经了却了遗憾。此话何意？最近他常跟我念叨，10年前楚斌暴病而亡，如今他上了些岁数，对楚斌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，朝思暮想，无一日可忘怀。他说，倘若能让他跟楚斌见上一面，婉转缠绵，虽死无憾。这还真就死了，看来是去阴间与楚斌团聚了。这么说，楚斌与李云的事，你很了解？我与李云在一起念过几天书，是同窗。可惜念书我俩都不刻苦，也就没有机会考取功名，便相约离开了云顶，去长安闯荡。奈何长安米贵，岂是我们这种人能活命的？我便回了云顶，他则去了东都。2年后，带回了楚斌。不愧是东都女子，竟能写出这么漂亮的字。不只会写字，还会弹琴呢。啊！楚斌是怎么死的？说是病死的。那年我做点小生意，往返于杭州和沙州，很少回云顶。等我再回来时，就得知楚斌已死，而李云已和沈平谈婚论嫁。近2年，我觉得自己岁数大了，不愿意四处奔波，回到云顶常住，迷上了斗鸡，有输有赢，只图一乐。我带李云去过几回，嘿，他也迷上了。你说这斗鸡多有趣，可他赢时少，输时多。面衣女子叫林贝的，是你介绍他们认识的？对呀，他整天在我耳边说想念楚斌，为解他相思之苦，我便去找了林贝。不过这女子真是奇绝，只要你能跟她讲明你心中所怀念女子的模样，不出几日，她就能变成如那女子一模一样的长相和风韵。我自幼拜师学杂艺，所谓杂艺，就是世间女子擅长的百般技艺加在一起。当然，
师傅还会叫我在街头模仿行人，无论是走路的姿势、说话的声音、一举一动、一颦一笑，都要学得像。这女子来云顶1个月，也就做了那么3、5单生意，据说雇主都对她极为满意。10日前，我便下了定金。到了前天，像，真像，像吧？哎，初次见面不可离得太近，这是人家的规矩。他就是我要的楚斌呐，我要拥他入怀，怎么不可？你疯了！这大白天的哪来的女鬼呀？我要和他见面，彻夜缠绵的那种。这可难了，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呀。让。我就把李云想与之见面的事情跟林贝说了。这人着实有趣，我见。至于什么时间在哪儿见，我自会写信给他。信是我写的，亲自送到了天一布店的门口。天一布店的女店主说，她亲眼看见李云将这封信揣进了怀中，继而出门去了碧落小站。可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没有在李云身上找到这封信，因为根本不在他身上。楚斌，10年了，我们阴阳相隔，你还好吗？信呢？我觉得他根本不配与楚斌再相见，就拿回信走了。那信在哪儿呢？那儿。为了模仿楚斌的字迹，我练了好几天。若不让他化为灰烬，怕是鬼魂真是要来附我的身了。可否请林小姐再写一封？对不起，对我来说，这单生意已终结，我便写不出楚斌的字迹了。在案件未了之前，你不可离开云顶。若要更换客栈，需提前告知公谢。我也没那么急着走。卢县尉请回，有任何事，方某随叫随到。再有就是，不知是否有幸请卢县尉去家中小酌呀？好，多谢。待探破此案，再择时机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方某告辞。这个方琼所言，与林贝说的，倒是都对上了。何止是对上了，简直是严丝合缝。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嫌疑人了。对，就是那个丑女人。楚斌刚走，她就回到了碧落小站。目前，她杀人的嫌疑最大。我准备将喜君画的画贴到夜市上，重金悬赏，寻找线索。先不着急，明早再说吧。何须明早？今晚就贴，我去夜市上亲手贴。诸位，都来看一看。经追查，嫌疑要犯一人，姓名何许人士不详，形貌如图。知其消息或下落者，速报公谢，有重赏。有重赏。哎呀，那个呀，这是出来。
喜君他们一定找好了地方，大吃大喝了。走吧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怎么撕了呀？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就撕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你干什么？明早再提。说出你的理由。我就是没想好理由。我要是想好了，能憋着不说吗？这样，咱们先去吃饭，让我好好想想。怎么样，这地方选的还满意吗？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云顶最好的酒楼，又是单间儿。罗凌凤，你请客吃饭，人家樱桃帮你操持着，为了让你这个县尉不丢面子，可费了不少心，你还不谢过人家？多谢楚女侠。卢县尉客气了，上座。有费神医在，我哪敢上座？别来这套，你请客吃饭，当然是你上座。哎，苏明，没让你上座，不高兴了？我有那么小心眼吗？卢凌风请客吃饭，应该兴高采烈呀。我也想兴高采烈，可是这悬案未破，高兴不起来呀。喜君呢？怎么没来？早来了，只是要等你先到，他才肯进来。这是为何？卢凌风，这身衣服我很喜欢，谢谢你。喜欢就好，那快来坐吧。这衣服是卢凌风送的。是啊，卢凌风不知我尺寸，就直接找人去做，也不怕我穿着不合适浪费了。哎呀，我只是诧异，为何喜君穿着肥瘦正好？卢县尉，看来对喜君了如指掌啊。好你个樱桃，花里胡哨呀你！可是在天一布店做的。是啊，裁缝送到家里来，说万一不合适还可以再改。何时送到的？就刚才，黄昏之际。罗凌风，你去天一布店是昨日黄昏？是啊。樱桃，你应该会做这个针线活吧？做这么件衣服要多久？我做，1年也做不成。别说他了，好裁缝也得2、3日呢。昨日定的，今日就送到家了。我记得那个裁缝叫丁大德，也许是手艺好做得快，或是知晓我县尉身份后赶工为之。即便赶工，从昨日黄昏到今日黄昏也就12个时辰，那么这个裁缝一定是1宿未睡啊。布店老板死了，他却一直在赶工这件衣服，有违常理。喜君，随我去天一布店，不是以县尉的身份查案，就说你很喜欢这件衣服，你我2人登门拜谢。你俩，老费，我想再去演一次诗，你能协助我吗？啊，哎，不是，这顿饭还吃不吃了？菜都上完了。就是，你别着急，这样，把它拿回去，当宵夜。
老费，走。哎，你帮我包好啊！我不是。你让我如何协助啊？今日若验不出死因，就只能剖尸了。啊！届时会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你。我现在怎么觉得你有点像我那个师兄孟老怪呀？我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，毕竟剖尸确实挺吓人的。县尉，您来了，是衣服哪儿做的不合身吗？我看这衣服做的还行啊，倒不是大德手艺好，而是小姐天生丽质，把这衣服衬得好看。你可真会说话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长乐，夫人给起的，叫我每天都乐乐呵呵的。衣服做得很好，裴小姐甚是喜欢，此次前来，特意感谢裁缝。县尉亲自跑一趟是来谢我的。这煞大德了，不光要谢，还要请裁缝去夜市上喝一杯啊！这不必了吧？我和裴小姐正在找人看日子，想把喜事给定了。成婚之日的喜服由你来做，按照长安的讲究，做衣服之前必须请裁缝吃饭。怎么，大德，不给本县尉面子吗？能给县尉和裴小姐做喜服，是大德一辈子的福分。只是，我当告知夫人，求得允许。那是自然，你先去，我等你。什么东西？似乎是石灰，我看看。是有点像石灰。我刚才闻起口就闻到了淡淡的石灰味儿，我以为我闻错了呢。这个我可以帮你验证。虽淡，却是石灰味道无疑。莫非丽云死于此物？大德，我敬你。我不会喝酒，主人说过，喝酒手会抖，就做不成裁缝了，还望陆县尉包涵。哦，这倒是个不喝酒的好借口啊。大德，我给你倒点水喝。说说吧，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？我7岁就在布店打杂，10岁起跟老主人学手艺，可惜愚笨，学得不好，不像主人，短短2年就成了云顶最好的裁缝。你说的是李云？对啊，他那个时候也跟着老主人学手艺，就2年，老主人就说超过了自己。当然，凡是来沈氏布店做衣服的客人也都这么说。主人确实是这行里的奇才，我如今也不及他的皮毛。沈氏布店？啊，天一布店是老主人去世之后，主人接手改的名。来，你以水代酒。我和裴小姐敬了。多谢卢县尉，多谢裴小姐。你不喝酒手也抖，裁缝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。
您看我真是不争气，我是个仆人，做梦也没想到能跟大官喝酒，我是不敢相信，故而抽动。您看，好了，坐吧。我看你面带疲惫，昨晚应是没睡觉，一天一夜都在赶制这件衣服吧？是啊。为何不是？我去布店时也没说起这药。主人突然离世，且死因未明，你不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替夫人分忧吗？例如准备棺椁、操办后事。我不光是官，还是捕贼之官。大德，你家主人死的蹊跷，要有什么线索，可要跟卢县尉说呀。没线索。来，我敬你。大德，你家主人对你可好？好啊，我愚笨，跟着老主人学手艺没学好。可自从李云当了主人，他教我一教就会。大德能有今天的手艺，多亏了主人。李云是在沈氏布店学艺时，与沈平相识的。是。两个人是一见钟情，互相爱慕，或是李云主动追求讨好，才赢得沈平的芳心。这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。是我们家小姐，也就是现在的夫人，主动讨好，追求主人。是沈平主动讨好追求李云？正是。你确定？我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这件事我还是看得出来的，不然夫人也不会拒绝方炯家的提亲。方炯曾向沈平提亲？也许没提，是我记错了。是会。哎呦，方炯何德何能啊！竟让卢县尉入夜登门呐！哟，还有这位小姐，快请快请，有贵客到访，衷心不散，再开一坛好酒。是，请。酒再好，喝多了也伤身。既有客人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，卢县尉不是来喝酒的，今日在公谢，方某已发出邀请。还以为您是应邀而来呢。我来是要问你，你曾向沈平提亲，今日为何不说？陆县尉，你也没问我呀。你若问，我又岂会不说？那是10几年前的事。如今沈平乃是我好友之妻，又刚刚丧夫，我无端提起这陈年旧事，似乎不合时宜吧？
你们要都不饿，我可先吃了啊！饥肠辘辘的，怕难以入睡呀。在这个案子上，我能想到的，也只有找那个丑女人了。不过这主意肯定没用，你们全当没听到，我也吃了。方炯答话并不慌张，说话也好像没什么漏洞，就是吧？他好像早就料到卢凌风会去找他。苏无命，那丑女人的画像，明日可否张贴？不可。明早首先要排查全城售卖石灰的地方。石灰？卢县尉，全城出售石灰的店铺共4家，店主都带来了。卢县尉，又见面了，咱们可真够有缘的。牡丹，怎么，你也卖石灰？啊，不卖石灰，又怎么能认识做砖瓦匠的黑头啊4位，叫你们来是有事想问。最近购买石灰的，有没有奇怪之人？奇怪的，我都是老主没有。奇怪的，没有。有没有女子买石灰？有。哎呀，卢县尉，您绕了这么大个弯子，该不会就是为了落在我这儿吧？其他3位可以先走了。你们3个可以走了。卢县尉，昨日你一番话，让牡丹顿开茅塞。云顶繁华，多造楼屋，处处都需要石灰。牡丹以后一定好好做生意，多攒一些钱，再也不做那些不检点的事了，就等良缘来到。那就好。说说买石灰的女子。哦，那女的可丑了。丑女人？啊！当时我问她，你买石灰是为了填隙防水，还是粉刷墙壁，亦或是染色制纸？她说，她买石灰是为了造坟。哎呀，真的是晦气死了！苏明，快去把那画像拿来，让牡丹辨认。卢县尉恕罪，那画像，我给弄丢了。你怎么息怒？既然这牡丹见过那丑女人，那把喜君请来，让他再画一张，应该不难啊。你这主簿，太不像话了。是，还不快去把裴小姐请来？哎。牡丹，抱歉，可能要耽搁一会儿，请至西厅喝茶。卢县尉客气什么呀？我就喜欢听你说话，不怕耽搁时间。喜君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一定要忘掉先前的画像，就按牡丹所描绘的画，多问此女形貌的细节，越细越好。明白。哎。虽都说丑，但殷阿婆和牡丹所描述截然不同，头型、发饰、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，应该是2个人。卢县尉，方炯带到。走。你不去吗？啊，我是想带着喜君再去一趟安远客栈，按林贝的描述再画一下这丑女。毕竟如殷阿婆所说，他们见过面。方炯，今天请你来，是想听你讲讲你和李云年轻时候的事。哎呀，往事不堪回首啊！
从哪儿说起呢？随意，我有时间也愿意听你说。上次我说过，我与李云是同窗，也曾一起去过长安。后来我回云顶做生意，他去了洛阳。2年后，他带着楚斌回到了云顶。那时，我真的很羡慕他们呢。那时，你与沈平如何？其实我与沈平也算青梅竹马，只是我心有点野，总是不急着谈婚论嫁。青梅竹马。李云去沈氏布店学艺，不会也是方兄介绍的吧？还真是，李云父母早亡，也没给他留下什么家底儿。初归云顶时，本想靠楚斌抄书维持家用，可没想到云顶这地方读书的人少，书铺的生意惨淡，也就没有什么抄书的活儿。故而李云找到我，想让我帮他谋条生计。我说你手这么巧，连绣花都会，不然你跟我未来的丈人学裁缝手艺去吧。实不相瞒，沈伯原本很想让我跟他学，并将布店的生意当作沈平的嫁妆一并传给我。可惜啊，我志不在此，辜负了他老人家。方兄后悔了？后悔什么？若无方兄推荐李云，沈平恐怕早就是方夫人了吧？卢县尉接下来不会是要问是不是我方炯一直怀恨在心，害死了李云？我要真这么问呢？坊间传说你卢凌风是嫡公弟子，武艺超群，断案如神，原来是浪得虚名啊！就这点本事，却取代文武双全的司马县尉，更让造福百姓的司马县尉替你个废物殒命，这真是云顶之伤，大唐之伤啊！方兄，卢凌风，我说你是废物过分吗？你怀疑我有何证据？李云死于前日夜间，那夜我正在家中设宴，同席好友10余众，皆可作证。我们纵酒放歌，通宵达旦。我并没有说是你杀了李云。那好，方某告辞。你给我站住！嘿嘿，毫无证据，扣押方某于公廨，你就不怕传出去，被云顶的百姓笑话？我是见过那么一个女人，但只见一面，长相记不清了。无妨，能想起来多少就说多少。这位喜君小姐绘画精湛，我想你们一定能画出来。主要是此事关乎命案，还请配合。好吧。我只记得，她的容颜并不美貌。你也可以直接说丑，但她是什么脸型？脸上有没有什么特征？比如痣、刺青。哦，高矮胖瘦，比我如何？可有高低肩、驼背、瘸腿，或者什么残疾？叶阿婆、牡丹、林贝。3个人印象中的这女子，只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丑。但按他们的细节描述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也许就是不同的3个女人，或者什么？或者是一个可以随意变化发饰、衣服，甚至样貌的女人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鬼魂？还真是。哎，苏无名，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这世上既没有神，也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可这一次，凶手到底是什么人？谁说这画上之人就是凶手了？若说是鬼魂，我断不会信。我信。
据众人所述，李云曾对不起一个叫楚斌的女子，而这个女子虽死，但魂魄尚在，经由林贝招引，重回云顶杀人复仇。因是鬼魂，所以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，故得此3张画像。苏明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呢？我刚才说的这些，若出现在志怪笔记中，是不是很吸引人？是。可此案当真离奇，我都有点要相信你刚才说的了。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人。义兄是说，他们3个都说了谎，而且有所串通。唉，这只是我的猜测。陆县尉，今日正值寒食，应是那楚斌的忌日，我想开棺验尸。楚斌乃东都人，客死云顶，开棺倒是无需征得亲人同意。所以啊，我得征得县尉的批准。我知你所疑，但兹事体大，需皇府县令首肯。我想想，我的意思是，开棺这种事太容易引起恐慌，尽量。若县令不允许开棺，那凶手便只能是鬼魂。若在云顶，鬼魂都跑出来杀人了，那百姓会更恐慌吧？苏先生说的有道理。那卢县尉的意思呢？楚斌在云顶无亲无故，只要县令准了，开棺之事倒是可以秘密进行。哎，这倒可以。为了抓获凶手，查实凶案真相，开棺验尸也是必要之举吧？如此，多谢县令。哎，秘密进行，秘密进行。楚斌已入土10年，开棺验尸，能判断出当年是怎么死的？就算查明死因，又与李云之死有何关系？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我倒是隐约猜到了义兄的意图，卢凌风的眼神中也透露了一些。既让我们协助，又不如实相告，这不是欺负我脑子笨吗？那可是楚斌的坟。根据李门和先前邻居所说之处，应该就是此坟。这个女人怎么来上坟？是啊，我已派人守住安远客栈，不许林贝出门。难不成他会飞檐走壁或遁地之术？带着包裹且携长剑，这是要逃离云顶啊！尔等何人？你是何人？此墓主人，楚斌之姐，楚家。你们是替李云来的吧？我们正在捉拿杀害李云的凶手，你是要认罪吗？李云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我今日才到云顶，还有何人会替我妹妹报仇？别跟他废话，拿了他再审。卢县尉，交给我。好剑法，你也不错。李云真是舍得。
雇了这么多高手，还有县谢中人做他的帮凶，可我楚家已不是当年的弱女子了。来吧！哎，别打了！二位女侠，别打了！今日是楚兵的忌日，坟前动武是对死者的不敬。你们都是些什么人？来此间干什么？卢凌风，该你说话了。云顶县尉卢凌风，今日前来，奉命开棺。什么？你们好歹毒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你真是楚兵的姐姐？当然是了，不然怎么会不远千里前来云顶替妹报仇？今日小店正式更名，愿为家乡父老缝制天人之衣。李云，我妹妹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不都说了吗？心痛之症。可她从无此病症。谁生下来就有病？不都是后来才有的？当时可用药医治？当然治了，不过从病发到病亡，前后不过1个时辰。楚家，你刚来云顶，闻噩耗悲痛，我理解。我没照顾好楚斌，你打我2巴掌也行。可是我今天家里有大喜事，你不是没看到。但求你打完赶紧走。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住址。若楚斌真是病死的，你为什么不写信来报丧？我写了，信没收到，你怪我呀？当年你只是一个药铺的小伙计，且心术不正。我妹妹随你来云顶，我就百般的不舍。没想到现在真的被你害死了！你胡说八道！来人，送客！李云，我跟你拼了！走吧！李云，当年我只是个弱女子，随便一个伙计便可将我强行驱赶。女人在男人面前，连讲理的机会都没有。现在不会了。8年来，我走访名师，苦练武艺，身上有力，手中有剑，只为今日。此来云顶前，我已发誓，必探明真相。若楚斌是李云害死的，必杀之，替妹报仇；若其死与李云无关，我将自戕一墓，带着楚斌的骨骸回到老家，葬在爹娘的墓旁。既如此，请让一让。不管是查明死因，还是让楚斌落叶归根，都需要开棺验尸。可我妹已死10年，我听说人入土2、3年，尸体便会化为白骨。这能查明死因？若此人不能，大唐就没有第2个人了。在下嫡公弟子苏无名，还望楚女侠信任，允我开棺。嫡公弟子？云顶会有嫡公弟子？啊，虽是嫡公弟子，却是白衣之身。我能在云顶安身立命，全靠卢县尉收留。对了，卢县尉也是嫡公弟子，且文武双全，名声和本事都比我大很多。2个嫡公弟子，若你们不是自吹自擂，我便信你们一回。
卢县尉，苏先生，可以启定开关了。楚女侠，苏某不才，想请你与我一起合力开关。姐姐来看你了。先别急着哭，苏某断定关中无尸。什么？关中无尸？我好像明白了，但好像还是糊涂。苏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樱桃，先别急着问，已经把大话说在前面了，从速开关吧。我妹妹呢？把棚撤了。楚女侠，恭喜啊！正如这位嫡公弟子所猜测，令妹尚在人间。林贝这个名字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过来看。还真是，楚字无腿，变为林；兵字去手，则为贝。一个女人被自己深爱的男人辜负，就像失去了一半的自我。这应就是楚斌的真实感受。林贝就是楚斌。如此说来，木为虚木，官为空官。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但从那3张画像足以证明，我们所掌握的嫌疑人都没有说真话。是啊，如今除了开关验尸之外，恐怕没有别的办法能推进案情的侦破了。命案已了结，凶手何人？是楚斌的游魂杀人。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，故而了结。
姐姐。阿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一个嫡宫弟子，姓苏的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在这里，就能看见你。出家，去吧，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。你上当了。谁是你妹妹？够了够了，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，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，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？死人？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。你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很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你是谁？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，我自由了，去哪儿都可以。卢县尉，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？并非出尔反尔，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，可能要耽搁您几日。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，食宿皆由县械出。她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各位，冷静，冷静啊！各位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啊！王府县令，给我们个交代吧，到底怎么办？哎呦，各位，冷静，听我说呀！各位冷静，稍安勿躁啊！二位，先别回县械。怎么回事？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，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，是早已化成了鬼魂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，吸走人的精魄，杀人于无形。只要云顶夜市一开，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。请各位放心，是有人恶意煽动。是啊，店主们都害怕，说今夜夜市不开了，暂避风头。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，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，还有做酒生意的、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，威胁今日之内，若不捉到鬼魂，他们就撤出云顶。还等什么？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！是啊，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？如果再抓不到鬼，我们就撤出云顶。刘县尉，县令命你几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，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。从人间到志怪，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，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。此番西行，历经磨难，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。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，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。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，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。若如此，殷阿婆一定说了谎，牡丹亦然。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，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。还有就是天一布店的女主人沈平、女仆长乐，亦有嫌疑。一共5人，时间紧迫，我们每人认领一个。认领后当如何？恭喜！好了好了，看完你就可以走了。
真的不让我搭搭脉？我又没说要看病，你可以走了。夫人，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？在过去的几年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。没有，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。关夫人的神色，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。此药让你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坐立不安，喜怒无常，说话没有气力，走路迈不开腿，吃上药就昏睡不醒，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，除非再服此药。你怎么知道？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，费某10几岁就治好过，如今坐堂云顶医馆，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姬师。听说过。你治好了很多哑挪。我正想着这2天去找你呢。苏明见过楚小姐。我不姓楚，而姓林。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。听说你是狄公弟子，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。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，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。如此，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。是林小姐。好吧，林小姐，你已知我的底细，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，只是听闻你杂艺惊绝，能模拟已故之人。我想，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，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。林小姐能伴楚宾，那一定是了解他，并知晓他的过往，对吗？实不相瞒，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，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，字里行间皆是血泪。林小姐，能把楚宾的故事讲给我听吗？哎呀，掌柜的，不就是抄药名吗？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我李云念过书，你把钱给我不好吗？何须再请人？请问，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？若不是家道中落，楚宾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。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，那药铺生意很不好。可自从楚宾帮着抄了药名，生意就好了起来。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，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。楚宾也因此扬名，四处写字。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，为他研墨。楚宾的字我看过，既有魏晋风骨，又自带柔雅气韵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李云手巧，冬天亲手为楚宾做棉衣，还绣了一枝梅花。楚宾身子弱，李云就给他炖汤喝。毕竟在药铺当过伙计，也要炖汤，既美味又滋补。后来，两个人私定终身，决定回云顶成亲。可是云顶抄书的活并不多，楚宾就只能劝李云
出去找些营生。同窗方炯介绍，李云去云顶最有名的布店做了学徒。不久，楚斌就发现不对劲。你不是说带我回家乡后便娶我？如今为何又与那布店女子纠缠不清？何来纠缠不清？我是在学艺。与那女子出城郊游，也是学艺。你跟踪我？楚斌从没跟踪过，只是李云忘了，方炯是认识楚斌的。那时方炯很痛苦，方家早已提亲，可沈家后悔了。因为李云的才艺之术绝佳，且同意入赘，这样布店就后继有人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沈平喜欢李云。从明日起，我不会再去沈氏布店了。经过这些事情，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。你真的不再与那沈平来往了？楚斌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，我去贵方借贷一些银子，我们一起开个布店，你我一块儿经营，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。那一天，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，也是最悲惨的一天。李云为他煮了一碗白果茶。来，这茶好香啊！喝完，保准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。多谢郎君。喝了那茶不久，楚斌就觉得头晕，李云的表情就变得邪恶。他对楚斌说：“头晕了，那就睡吧，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，一会儿就到。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，一直睡。”直到在黑暗中醒来，楚斌才明白，李云说的新房子是一口棺材。世间竟有此等禽兽！林小姐，再逢楚斌魂魄，请替苏某转达。此禽兽当诛！苏无名，听说你协助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街，破获过很多奇案。我知道你今天来，不是听我讲故事的。你能说出刚才的话，我也替楚斌谢谢你。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为过往做个了结。但你用楚家诱我，实在不该。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？楚斌已死，世间只有林贝。若如此，你就是还没有从10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李云既负了楚斌，又下毒杀人，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？林贝就是半个楚斌。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便想到了。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，找寻真凶。你若参与了杀人，
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，你都难逃法网。你若没有杀人，即便你就是楚斌，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。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，更是大唐儿女的。姑娘，回去吧，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，盯着我也没用。可我杀过人啊！一个女子行走江湖，若遇歹人，不杀，如何自保？那你如今是怎么到宫廨里去做事的呀？我并非宫廨之人。父亲临死前，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，我只是跟着那个人。也是个苦命的女子。也是。阿婆还见过其他苦命女子？见过。那个比你苦得多呀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，你得管呐！那棺材都吓歪了，这是对亡灵的不敬。随便吧，赶紧埋啊！下雨了就更麻烦了。埋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。那不行，死者是你娘子，这纸你得自己烧。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？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。你，哎。行了，先躲会儿吧，反正镇主都走了，等雨停了再来。走吧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活啊？啊！你们不能走啊！不能走！我们烧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碰上过鬼，故而我也不怕鬼。壮着胆子敲开了棺材，却看见了她，一个好美的娘子，在云顶，无亲无故的娘子。是楚斌，他根本没死。你可别套我话，我没说他是楚斌。阿婆，您那时只卖烧纸，没开碧落小站吧？对呀。我猜，客栈是新开的，不超过半年。你怎么猜到的？刚才的2碗药喝下去，我已经好了很多，觉得浑身都是力气。这一天喝3碗行不行？3碗？说少了，你被人下慢性毒药，至少3年了，中毒之身，必下猛药相抵。这碗之后还有3碗，1天6碗，连喝1个月。行。多听神医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烫，晾会儿啊。夫人，是何人对你下药？应该
心里有数吧？有数。爹，哎，爹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哎，平儿啊，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，多带一份，要跟爹的一模一样。那给谁吃啊？李云，哎，爹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。见过小姐。李云，今天的牛肉好吃吗？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？就是啊。不好吃。在下多有得罪，还请小姐见谅。他永远冷冷的，从不讨好我，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，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。这个不对。我壮着胆子约他去郊游，他却接连拒绝我3次。我暗中打听才知道，他身边有个女人，我伤心得不得了。眼泪落在汤里，可就不好喝了。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，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。师傅准了我明天的假，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？在郊外，我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冰的女子，他竟哭了。什么？他竟不久于人世？是啊，他曾对我有情，从东都到云顶，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？沈小姐对我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！我当即发誓会等他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放假来提亲，我断然拒绝。不久，就得到了楚冰的死讯。那之后，李云一直不肯见我，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值得等待。我不思茶饭，甚至不肯讲话，心里只想着，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，便去死。我父看出我的心思，竟亲自去求亲，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，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，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。好一招欲擒故纵啊！所以，沈氏布店就变成现在的天一布店。是啊。啊，不烫了，喝吧。神医的药苦啊，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。来，夫人，你怎么不喝？这是对女人好的汤，专治虚弱之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变得昏昏沉沉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只要我睡下，他便出去。他裁剪手艺好，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。哦，卢县尉名门之后，英俊潇洒，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，
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！你忘了对我的承诺。我打听过了，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。陆宪威为何提我爹娘？你觉得对不起他们？布料要选好，剪裁更重要。你身材这么好，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。我身材好，我不胖吗？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，他们的话你不必听。真的啊？没2天，样衣就做好了。我穿着肥大，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，我就让他量。他量的好细致。那是我的头一回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，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。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，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不久，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。我的？你怎么证明啊？不如你先把他生下来吧。若长得真像我便认下。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。哎呀，你还是住外面好了。我并未婚配，不敢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背着爹娘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。可云顶是个小地方，又怎么能瞒得住？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，我娘也动了情，亲戚骂我，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。从此，在大家口中，我变成了坏女人。那我就索性坏下去，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。卢县尉，你刚才进我家门时，没被人看见吧？可要小心，别人说闲话。后来，你可又找过李云？找过。我贱，忘不了他，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。主人，放开我，我被夫人看见。夫人睡，你也该陪我睡了。真没想到，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。那年我还很懵懂，主人，是我长乐。哦，长乐呀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。不用，多谢主人。又说不用，又多谢我，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你长得好看，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。我生在官宦人家，因父亲犯了死罪，被打入奴籍。是夫人买下的我，可夫人脾气不好，偶尔打骂，主人却能这样对我，我自是无比感激。主人喜欢泡澡，都是我为他打水。
那天，主人需要加热水吗？加。对不起，主人，烫到您了。多大点事？跪什么？起来。衣服合身吗？合身。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？你是我的人，衣服合身才是天衣不点的招牌。进来，我再帮你好好量量，改到合身为止。我怕死了，怕夫人知道。可她说，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意识到，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。你是说，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？不知道算不算毒，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而且睡下就醒不了。一直在做噩梦，但醒来若不喝汤，就再也无法入睡。主人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。为什么不要？我喜欢你。可是夫人……夫人快死了，以后你就是夫人。当夫人的梦，我每夜都等着她召唤，可她还是经常出去。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跟着，李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？沈平病重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我落魄时，她嫁给了我，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？天小姐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，李某亦无悔。李郎，我再也不会逼你了，多久我都等你。我偷听到，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，他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。从今天起，这种药材，每日给夫人多加2片。是。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要好生伺候。等夫人走了，你就是夫人了。嫦娥不敢想。你这小女子，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自那以后，我发现夫人睡得更沉，醒得更晚，身子更弱。我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害死夫人了。所以，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，准备和他一起？没有。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。是，我是个不要脸的，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，这犯律法吗？龙凌风，看来你我一样，
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。不抱什么希望，只是想印证猜测。咱人的烛台在1楼，他手记错了。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不从实招来，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？好啊，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，那就让我来吧。我问完了，该你了。苏某无话可问。卢监尉，县械外仍聚集好几百人，皇甫县令都不能回家，特让我来问问，可查明凶手，或真有鬼魂杀人？何局长，不是，那个，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，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。罗凌风，你是县尉。苏明，你平时话最多，今日之事，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？我来说。长乐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我猜测，他参与了行动。若我是捕贼官，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。卢凌风，若你判长乐有罪，我立刻离开云顶，回到长安。我此生不再与你相见。还是我来说吧，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。又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因为他不想，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。楚家说过，他曾极力反对楚斌和李云回云顶，所以苏无名的推测很有道理。方炯是个商人，走南闯北，在他乡偶遇了楚斌。楚斌，真的是你！等等，你既没死，李云如何不娶？你又怎会流落于此？还有，当年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？你为何要配合李云，欺骗于沈平？方炯得知了10年前的真相，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。昔日情人日渐憔悴，本就让他心伤，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他深恶痛绝。方炯的出现，也更燃起了楚斌复仇的信念。出殡了。方炯找到殷阿婆，
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。小站开张后，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。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。与此同时，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，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，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。沈平找到方炯，昔日的青梅竹马，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。方炯索性让楚斌与沈平见了面，10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，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。方炯有些见识，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，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，以此计杀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，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斌被李门撞上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是人是鬼啊？李门虽不务正业，但率性天真，更有正义感。李门，你自己选吧。吓唬我？你以为我怕死吗？姓方的，你参与此事，莫非沈平嫁于李云后，仍与你有染？没有。你敢发血誓？若有，我不得好死。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？放肆！若有，我天打雷劈！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？其言所见，历历在目。男儿热血，我不得不为呀！好一个男儿热血，不得不为，还不算我李门一个？李门的加入，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。此时万事俱备，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，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，并称可以复活楚斌。李云色胆包天，就中了圈套。案发之夜，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，而是在家设宴，通宵达旦。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。还有，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，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，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绝了！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，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。多年来终有一见，虽死无憾呐。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，圆梦重温了。龌龊！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，那几块银铁你不是白花了？你就说你这点出息，俗不可耐。是啊，
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，现在想来，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。至于那个丁大德，因没有参与谋杀，但他知情，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，就连夜赶出了喜君的这件衣服。我认同义兄的分析。接下来，案发当日，罗凌凤，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，你来说。那封信是楚斌写的，至于信上的内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那字迹，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。而后，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，因为慢毒，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。就你话多。我虽勘察了现场，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。比如，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1楼？现在只能推测出，在那一刻，李门后悔了。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，血脉相连。不用送，不要出这个门。堂兄，你可是要上牢，与女子幽会？你小子猜到了。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？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小子穷到1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？你长得一表人才，就不能学学我吗？我学你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！我告诉你，想活命就别上楼！你疯了！听我说，李云，不要上楼了，赶紧回家，跪下向沈平道歉，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！我在救你，你救我，你救我啊！救我！混蛋啊！那个浴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，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2个家庭客栈会有浴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。有此浴桶，就能快速将证据销毁。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，李门算准时间从2楼爬下，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。宿命，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。
在沸腾的石灰水中，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，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，尸体微微泛红，并非青紫色。至于口鼻流出的血，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，没了踪迹，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，再把尸体擦抹干净，就毫无谋杀的迹象，而向突发病症而亡。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。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。首先，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，放置到浴桶中。并未直接动手，毕竟他被伤得最深，也爱得最深。不然10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，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，但他没有。这10年，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10年后，他最终选择复仇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，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。根据初步探查，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。这个李云早就该死，他们干得漂亮。你瞪我做什么？若是我一定用剑划开他的胸膛，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。樱桃，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多少得有点分寸。我才不管呢。那如何结案？对呀，你们俩说了半天，结论是什么？此案无凶。此案无凶。卢县尉高见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。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。若李云自己进了浴桶，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，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，李云仍然会死，不是吗？卢县尉高见。苏明，我知你巧舌如簧，但恭维我没用。快随我去向皇甫县令交差。哎，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？怎么没人？是啊，
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。此案无凶，怎么可能？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，世上没有鬼，是恶人行凶。刚才在县县门口，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。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，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。哪来的凶犯招供？黑头啊！你抓来的，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。但李云并非他杀，他自己都认了，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？黄甫谭，是你严刑逼供，找的替死鬼吧？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，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？是他黑头，只求早死，点名找的我，我去找的他，结果他就招供了。这是供词，他画了呀。不到24个时辰，就破此鬼案，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。罗兄，你有力大功一件。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！要我说，这就是本案的实情。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？就去夜市，与民同乐，如何？县令这个主意好，走，喝酒去。苏无名，你怎么跪在这儿？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。你几时跪在这儿？昨夜喝完酒后，跪了一夜。归来已是丑时，最多也就跪了3个时辰。你为何而跪？向恩师谢罪。其实你不必跪了，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。恩师说了什么？楚兵被俘，忍恨10年；沈平被骗，几乎丧命；牡丹被欺，民节尽毁；长乐被辱，鲜花零落。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，不应该被惩处。可我身为县尉，留此错案，100年后有何脸面面见恩师？恩师也说了，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做事有时，对错只在民心。好了，扶起来吧，快点儿，我起不来了。苏明，我想见见黑头。真是我杀的，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。那天我刚准备离开，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。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。你听错了，我何时答应？你明明就说过。就凭你的家世，我娶你，你疯了！结果出来一个女子，看着就不大，我那叫一个气呀！我就冲进屋里，
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鱼桶。你在撒谎，李云不是被呛死的。对啊，他当时没死，只不过是晕了而已。这杀人嘛，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，也想试试新花样。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。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。可是我查了，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。既如此，就不要想了，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，永远忘了。死而复生，你为何不去状告李云？我孤身一人，又无凭无证，如何能告得赢他？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？当初我不听阿姐劝告，轻信负心人，又有何颜面再见阿姐？这10年，你受苦了。行尸走肉，何苦之有？只是阿姐，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，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。阿姐，妹妹当如何报答？说什么傻话？后半生你不再离开我才好。好，走。看他们的背影，好像2个女侠呀。是啊，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，再不分开。盘缠带上。少了点吧。这我不能要。哎，拿着。哎，真不行。你我歃血为盟，便是兄弟。去沙州开动摇是苦差事，若实在干不下去，就来云顶，跟着阿兄做生意。阿兄是永远的阿兄，但李门能养活自己。大唐的天空下，只要心存良善，且舍得卖力气，就一定饿不死。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就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慢走啊，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。哎，好。
牡丹小娘子，请你喝酒去啊！一边去！我哪有时间喝酒啊？都快忙死我了！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那么多人买石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牡丹可是正经人，要是不想娶我，谁也别来招惹我。老肥让我们去布店干嘛？我哪知道？牡丹娘子，哎，我可听说了，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，一待就待半天，老伤心了。罗令峰、苏无名，你们两个差一点就晚了，快来，跟我一起见证喜事。义父在上，女儿给您磕头。平儿，快请起。今日大喜，我老费破例喝酒，而且要不醉不归，如何？准了。罗县尉，你觉得呢？准。好。